越过现实的海，抵达想象之外。大家好，这里是星域。今天我们回到600年前的大明永乐盛世，前往太仓刘家港，看看当时世界第一的中国无敌舰队一起开向深海到底有多震撼。我们出发吧。这里是公元1413年的太仓刘家港，深秋冷雾压着江面慢慢铺开，200多艘巨舰一层叠一层，把整条大江堵成望不到头的水上城墙，声势压人。汉白玉妈祖像立在码头尽头，青铜香炉的浓烟被晨风卷上天空，压过人群。粗壮水手围住绞盘，水手长一声大吼，几十双老茧手同时发力拖拽粗绳，沾满黄泥的4爪铁锚被拽出水面，海水顺着粗麻绳一路滑落回江里，一面面中式硬帆往上升，竹骨被风绷直，如巍巍长垣，送入清晨晴空里。郑和站在前甲板背光处，黑色斗篷被江风扯得猎猎作响，气势逼人。滩面上没有一根胡须，右手按住刀柄，眼神冷得像刚磨过的铁刃一样。官厅案头的金色圣旨摊开，旗舰推开浑黄江浪，缓缓划出港口深处去。江水的浑黄很快退远，四周只剩深蓝到发黑的印度洋在眼前翻涌开来。舰队在海面完全铺开，几百面硬帆像移动的暮色森林，压向天边尽头。1号宝船压在队列中央，黑褐色船壳高得像一座移动海上楼城，压住浪头。巨浪迎头砸来，船手狠狠切开白沫，两侧战船贴着浪墙并排护航前进，粮船和马船跟在后方，干草、木桶、马匹都随着庞大船身上下起伏摇摆。侧后方的太阳砸在海上，把船边和帆桨镀出一圈刺眼金光，水雾在中间飞散。红黄燕尾旗在桅顶狂甩，破边透着光，向前后船只传递远航祈雨信号。沉重木壳一下下撞进浪里，泡沫被碾碎，又被咸湿海风卷向身后船队。大明编队咬住西行真路，顶着烈风向更深更远的海面不断推进。再踏上1号宝船甲板，脚是被盐水泡凉的巨大松木板，密实坚厚。齐胸高的厚木墙贴着船舷延伸，白色盐霜像硬痂一样结在上面发亮。中央红松主桅粗得惊人，绳圈深深勒进木纹，直直插向云层高处。拇指粗的麻绳绕过木花轮，绷得发紧，连细小毛刺都被拉至发白，想要断开。船尾朱红官厅压在甲板尽头，歇山顶飞檐在密密尾影间清楚露出。水罗盘稳稳放在汉白玉石座上，旁边是黄铜绞车和沉重木轴，船身案板摇晃。红木圆盘里盛着清水，瓷针在干支刻度间随着船身轻轻摆动不止。2个束发水兵趴在旁边盯着针尖，连胸口呼吸都压低到极轻，生怕扰动水面。官厅里通事官员的手指划过丝绸海图，替舰队寻找下一段真路。旁边的马船猛地被浪抬起，又重重砸下，整艘船差点侧翻进海里。底舱里战马挤在粗木栏后，昏黄灯光照出一片躁动不安的眼睛。黑亮马蹄踩碎稻草，尘屑四处飞起，舱底闷得像一口湿热木箱，气味呛人。
两船甲板上，大木桶排成行，老水手弯腰照看一桶桶嫩绿豆芽苗。桶里的豆芽冒着水珠，没有一寸泥土，却在海上长得密密匝匝。白发穿衣抓起一把嫩芽嚼下去品尝，这点绿色能救很多远航人的命。水手们用木瓢一桶桶浇水，把这片小菜园养在烈日和海风里，不敢有半点怠慢。黑陶水缸前排着长队，水兵弯腰舀水，每一下都克制又格外珍惜。年轻水手仰头痛饮，清水进入唇齿之间，冲开满脸盐汗和疲惫。风浪变急，护航战船从两翼压近，像给主队合上一层会移动的铁门。甲板上的明军披着布甲铁盔，沉默站定，手已经靠近身边兵器，只等号令。青铜碗口冲从船舷探出，短粗炮口一排排对准灰蓝色海面，冲身沾满盐霜。弩手俯身压住床弩，目光锁死浪面，以待一切变数。两名士兵合力摇动铁柄，绳轮咯吱收紧，床弩一点点蓄满力，木架微微发抖。明朝研制的独家火箭，火龙出水，放进发射槽里，火药包紧贴在前端等待点燃。未燃的引线在海风里乱甩，木箱中一排火箭正安静等着上弦。生铁震天雷码在箱内，粗糙黑壳间暗蓄摧风破阵的万军威能。守卫望向远处的海岸线，眼神像钩子一样扫过每一片浪影，不放过任何动静。终于，海平线上出现亮黄沙滩，椰林把陌生岸线染成一片浓绿。巨大的宝船压向浅滩，岸边仰头的人忽然变得像脚下细小黑点。水手齐声拉索，9层硬帆顺着竹骨滑落，遮天风声骤然松开。古里海滩上，马拉巴尔士兵举着长矛，仰望这些来自东方的木头巨舰。一名老兵汗水满脸，头巾被热风吹乱，眼里全是压不住的震惊。红旗小舟从船侧放下，绳索绷紧，船底拍开一圈白色浅浪，水手稳住船头。赤道毒日垂直砸下，白沙发亮，热浪把椰树边缘都烤出虚影。大明士官踩水上岸，红色刺服被海水打湿，步子仍端得很稳，像走在朝堂。他捧着雕漆礼盒走向岸边，身后随从和本地人都慢慢靠近，空气忽然紧张起来。红绸梁棚下搭起了临时护士摊位，瓷器木箱和香料篮铺满一地。木箱被撬开，稻草里露出青花小碗，蓝白光泽冷得像刚出井水，让人屏息。永乐青花盘静静躺在阳光里，釉面深处暗伏双龙青纹与寒芒。古里君主的手指碰上瓷边，金戒指贴着冰冷白釉微微发颤。蜀锦被慢慢展开，红金丝线一铺开，喧闹凉棚里立刻安静下来。南印度贵族盯着瑞兽纹样，珠宝和汗水一起在胸口发亮，不肯移眼。黑胡椒堆得像小山，乳香在篮中透着淡黄，空气辛辣又发甜，钻进鼻腔。藩王俯身献上香料，民官伸手相接，万里贸易就在此刻安静完成。季风重新转向，宝船在椰林外起帆，队列继续驶向更远的西方。东非海岸换成赤红泥土，粗大的猴面包树站在滚烫热浪中央。岸上架起粗木吊台，麻绳和滑轮被一圈圈绑得结实发黑，等待那个庞然大物。
木笼前，史官盯着一头5米高异兽，忽然压低声音说：“这是祥瑞麒麟。”它头生短角，黄褐斑纹铺满长颈短毛，这不是牲口，是要进献天子的瑞兽。粗壮水手整齐地喊着号子，汗水早已经浸湿了胸口的灰麻背心。几十名明军一起拉绳，青铜滑轮转动，麻绳磨出刺耳声，尘土四起，人人咬牙。6米高的木笼离开红土地，尘土翻起，麒麟在里面不安摇晃。他的眼睛贴着木栏，长睫毛抖动，恐惧像水光一样晃着，几乎要溢出来。吊龙越过海岸，慢慢移向接驳大洲，岸上众人举手呼喊指引，海浪在下方翻白。东归之后，旗舰后甲板多出一座红绸包裹的特制木舱，格外醒目，也格外荒诞。麒麟从木舱里探出长脖子，斑纹在成排风帆之间格外显眼。它伸出黑紫色舌头卷住栏杆，咸湿木屑挂在嘴边，像在试探海风。斜阳照上它的短毛，黄褐色皮毛泛出绸缎一样的金光。郑和从朱红官厅里走出，后手按刀，斗篷压着海风翻卷，脚步稳得像定住。他站在异兽旁边，人与兽的影子一起落在摇晃甲板上，长短悬殊。郑和无须的脸被夕光照亮，红铜色皮肤上只剩冷峻和沉默，像在听海。他越过麒麟，望向狮头船首，整支舰队开始掉头东归，浪线在身后拉长。赤道附近的残阳，此刻如雪般泼洒在印度洋上，把连绵的波涛染成晃眼的碎金。200多艘巨舰高耸的9层硬帆和后舱的麒麟异兽，在猩红色的海面上拉出几公里长的纯黑剪影。我们的视线在浩瀚的波浪间无限拉高。这支庞大的大明编队在无穷无尽的血色大洋中逐渐缩成了一排漆黑的墨点。这场洒满碎金的落日，是大明留给海洋的最后一瞥，也是这趟伟大远航的谢幕礼。短短数十年间，这支睥睨四海的无敌舰队便退回了闭锁的海岸线。曾如移动城郭般的巨舰，在荒废的港湾里静静腐朽，最终变成一滩滩烂木。大明带着万国叩拜的荣光调转船头，他以为自己站上了海洋的顶峰，却不知这一回头，便与整个即将到来的大航海时代永远擦肩而过。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